黄伟汉讲台湾民主30，不如说他在吹捧蔡英文。从头到尾就讲蔡英文那3年，这4个坚持没有宪政的基础，没有民意的背书，就只是蔡英文提出的主张，代表什么意义呢？台独就是一群骗子，讲法理台独，执政就变成现状台独。我已经台独，我不需要再宣布台独了。为什么要宣布台独？他就开始搞文化台独，法理上不行，在文化上进行洗脑，都叫以美谋独。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华民国派与台派结合在一起，中华民国台湾成为最大公约数，台湾民主30年。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华民国有3个阶段：1949来台湾，1995在台湾，2021是台湾。30年前，台湾人第一次用选票选自己的总统，投票了只有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公民，就是李登辉前总统在康奈尔大学所说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接下来30年，蓝绿政党交替执政，台湾人在台独、华独、华统、备统之间做选择，直到2019年的双10国庆，前总统蔡英文第一次提出中华民国台湾的说法，将中华民国派与台派结合在一起，中华民国台湾成为2360万人的最大公约数。中华民国来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中华民国来台湾1949，中华民国1945就来台湾了啦，因为不能解释1945到1949两岸同属中华民国就宕机了，这是他们经典的理论。台独的破脑啊，从一开始就是，所以我为什么那么恨台独？反台独是太了解这些白痴台独理论，他在回避中华民国是中国这个历史事实，彻底的回避。那回避这个事实，等于说 Republic of China 不是 China， 就连想要当台湾好朋友的 Somaliland， 他也坚称 We are Somaliland, they are Somalia, we are different。Republic of China 不是 China， 独派的怎么可以脑抽风到这种程度？可以自圆其说到睁眼说瞎话、没出息的程度，但他们就要这样干。我没想到有一天汗血堕落到这种程度。然后1995年中华民国在，他说因为投票了、选举了，2300万人选举自己的总统了，不是啊？你把宪法改成治权所及之处，你当然只能治权所及选出来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中华民国总统括号自由地区啊，按照宪法精神是这样啊，自由地区为什么不写上去？中华民国自由地区总统啊，蔡英文就很巧妙的区破了这个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母法是宪法增修条文第11条，中华民国大陆地区自由地区人民关系用专法规定，那叫做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时候偷换概念，变成中华民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蔡英文是陆委会出来的，他很清楚这个偷换概念，所以就把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的概念变成中华民国台湾，所以就被汉哥吹到天上去，叫2021年中华民国是台湾，所以简称叫中华民国台湾。这什么逻辑？有没有什么法条？没有法条，没有逻辑。但这个逻辑有解决根本问题吗？现在台独有很多说法，反正总是我执政的嘛，我爱咋说咋说嘛，所以叫中华民国台湾。汉哥的说法，汉学的说法，他们的逻辑就现状台湾，现状台独。我已经台独啦，我不需要再宣布台独啦。我为什么要宣布台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断在推广一个概念，叫做文化台独。法理上不行，但是我继续在文化上进行洗脑，把现状给喊踏实，叫文化台独。他们就会在各种年轻人的场合，然后有各种小绿卫兵的很有组织的去架构，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个叫做天然独。天然独这个理论就说，你看台湾年轻人天然喜欢台独啊，所以你中国还要说什么？你他妈你每天强迫我们，你唯一的罪恶就叫做你是独裁，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台湾人自己选？我们现状台独，我们自己认同也是台独啊，我们是台湾人啊，所以台独就是一群骗子，他们的理论就是骗子，讲法理台独，执政就变成现状台独，现在台独他就开始搞文化台独，然后他们就是风雨生气心理，所以叫以美谋独，因为他们文化台独洗多了，内部强硬派就越来越多，他们真心觉得老共是纸老虎，他们真心觉得台湾人的血统、台湾的文化比中国人优秀。在台湾，他先解释，30年前台湾人第一次用选票选出自己的总统，能投票的只有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公民，这就是李登辉前总统在康奈尔大学所说的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说法有宪政背书，因为修宪，所以只有中华民国自由地区或者称台湾地区的有公民权者才能投票选总统。这个事情也让立法院有改选，宪政背书，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不能说它错。中华民国在台湾是因为中华民国的治权已经
经确认限缩到台湾地区，但中华民国的主权依然宣称包含大陆地区及台湾地区，所以它反而是一个历史真实的一面，因为基于宪政的概念。金门马祖在哪里？地缘上它属于福建省，台湾第一次建省1884年，当时台湾省叫福建台湾省，台湾省长期属于福建省下辖。独立建省的时候，因为财政很困难，所以呢，福建每年拨很多银两给台湾。福建人也很干呐，福建7山2水1分田，泉州那个地方是8山1水1分田，只能下海，大家努力的下海去南洋打工赚钱，去南洋做生意赚钱，回来之后，为什么福建人跟台湾人之间的感情非常浓厚？台湾人跟福建人这2省人民啊，根本就跑来跑去，所以当时1895年乙未割台，台湾人第一时间想去福建，跟他们讲历史，他们跟你跳针法理，你跟他们谈法理，他们跟你跳针情感，你跟他讲情感，他跟你跳针什么选举，反正他妈永远在跟你跳针。接下来30年蓝绿政党交替执政，讲的好像蓝的都在背书，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李登辉之后，国民党执政了12年，30年里面，民进党已经换了3个总统，总共执政的时间数量已经达到18年。台湾在台独、华统、被统之间做选择，但事实上台湾人啥都没选，台湾人选的是维持现状，因为大家都在想能不能够有一个终极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但是民进党是不愿意想这个方法，民进党是要采取对抗姿态，所以陈水扁时不一秒马上变成一边一国论，都在说谎。民进党的总统就是一直在说谎，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直到2019年双十国庆，前总统蔡英文第一次提出中华民国台湾的说法，将中华民国与台派结合在一起，中华民国台湾变成2360万人最大公约数。请问蔡英文凭什么代表2360万人？他说一句话，他就金科玉律，更别说2019年提出来，他有经过大选嘛？好，你说2020年817连任成功，那还比较有一点合理逻辑性。中华民国史上最高票的民选总统，隔年蔡总统在国庆大会提出4个坚持，他意思是说817就替这个4个坚持背书，他并不是在选举的时候提出4个坚持，而是在得了817之后4个坚持。如果马习会被大家骂的那么一文不值，说马总统背叛台湾人，说你没有跟我们讲你要做这个事，你就自己去干，那请问人家给你的817也没有说要给你4个坚持背书啊。随后，2020年，蔡英文以817万票连任成功，成为中华民国史上得票最高的民选总统。隔年，蔡前总统在国庆大会提出4个坚持：一、永远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二、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三、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四、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从此，中华民国正式进入中华民国是台湾的第3阶段。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澎金马。中华民国就在台湾，没有要反攻大陆。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由台澎金马挂号台湾全体人民2327万人一起共同决定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与未来。这一步我们走了30年，此刻中华民国不止在台湾，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这张图跟各位解释一下，台湾民主30是小英基金会的想想论坛网站，他们办的一系列的文章专栏集结，他们就邀请了很名人、意见领袖、媒体人写文章谈台湾的民主。1949来台湾就是历史事实。根据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是在台湾，可是你不能表成是台湾，因为如果你只把中华民国缩限到只有台湾，那就是华独啊，那就是2国，那就违宪。因为中华民国是有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如果你说中华民国是台湾，那就是把中华民国限缩在台湾地区。台湾地区在宪法的这条原文里面，他讲的是自由地区哦，他不讲台湾地区。你如果要照自由地区的定义，其实它也不只有台湾。就是我们讲台澎金马，他们独派也有在分，比如说有一派，他们认为金马是中国的、老共的，他们不承认金马，他们觉得台湾国的领土就只有台澎。他说澎湖的法理地位跟金门马祖不一样，这是其中一派的说法。好，不管，但总之我一直觉得独派，不管是浅绿或深绿，他们在讲中华民国是台湾，当然我们心知肚明，他们心中想的就是独嘛。可是为什么他是用2021做分界？2021就只有4大公投啊，可4大公投跟统独法理地位没有关系。比如说2016度政党轮替，民进党完全执政，2016做分界好像还可以。你说蔡英文在2019年的双十国庆提出中华民国台湾，你用2019当分界，我觉得也还可以理解。然后你可以说2020蔡
蔡英文817万票连任成功，2020做分界，我也可以理解。可是我在第3行我就看不懂了，为什么挑一个非常奇怪的2021年？为什么你在下面自己都讲了，2019年蔡英文提中华民国台湾，2020年蔡英文高票连任，那你为什么不是用这2个当分界的时间点？你要挑一个很奇怪的2021发生什么事情？2021就4大公投啊，4大公投跟台湾法理地位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然后就很奇怪。你这边讲中华民国台湾是2360万人，然后到这边变成2327万人，请问这33万人是被屠杀了还是失踪？一般我们讲2300万人，或是有些人会喜欢讲2360万人，都是一个概数，不会那么精确的讲。就算你要强调那个精确性，应该也不会在同一篇文章用2个数字，这个会让人 confuse， 非常困惑。这整篇的几个数字很奇怪，我也解释不通。2019年蔡英文在选举期间提出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确实我觉得在政治上蔡英文的确是很高明的。当然以黄伟汉这一派，他当然就会去夸赞蔡英文说中华民国台湾这看起来有点四不像的缝合怪，可是在实际上好像真的把中华民国派跟台湾派拉在一起了，缝合起来了。即便它是缝合怪，可是它缝起来了，真的不简单。这个历史跟社会的认同能不能这么简单武断的被归因，我没有那么认同这一套说法。可是在某一些人的嘴中，的确是中华民国台湾这6个字，中华民国跟台湾各自的支持者缝起来了。这一篇文章配图在想想论坛，在小英基金会的想想论坛，我稍微上想想论坛看了一些人写的文章。这个民主30系列，他们其实也有邀蓝营的人写文章，少数几个蓝营的学者不多，但是有。无论是蓝营的学者或是绿营的人士，他们在写台湾民主30，至少他们都算是蛮认真的在讲他们自己心中的台湾这30年来的民主发展。可是唯独只有黄伟汉这一篇，看似他好像在讲台湾民主的发展，他开头跟你说中华民国跟台湾的关系有3个阶段，然后定了一个很奇怪的时间，至少你看起来这前3句好像是一个台湾民主发展的进程。可是读到这篇文章的中段，你会发现与其说这一篇黄伟汉在讲台湾民主30，不如说他在吹捧蔡英文。黄伟汉之所以走中，这2年来媒体同行打破了一个潜规则，去批判黄伟汉，大家都开始在讲汉学专栏。大家当时看不下去的是你黄伟汉吹捧赖清德太过头了。可是这篇文章他在吹捧谁？只是单纯因为想想论坛上登上文章，所以他整篇就只在吹捧蔡英文吗？我不觉得有这么简单，他一定嗅到了某些风向。所以整篇文章的中段不是在讲台湾民主30年，这中段一直到30年前李登辉选总统这一句，我们还在讲30年前。可是从这里开始，它的时间尺度没有横跨30年，它的时间尺度只说现在2019蔡英文前总统说的话、说的主张，在国庆大会写的坚持跟强调中华民国是台湾，他在讲蔡英文的3年，就是有非常大的猫腻了。他中间讲这些主张没有新东西，附送了一遍蔡英文的4个坚持。中华民国是台湾的3阶段也不是他的创建，因为过去就是有一批独派的人士，就是觉得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甚至包括像赖清德，他自己也表明说台湾实质独立，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是台湾这几个字，也不是黄伟汉在这一篇的创建，而是多年以来民进党独派人士的既有主张。后面这一些通通都不是黄伟汉自己的话，中间这一段也都是蔡英文过去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中间这一段占了非常大的篇幅，而且他不讲台湾民主30年，他只讲蔡英文的3年，然后极其的吹捧蔡英文，而不是过去这段时间吹捧赖清德，就是在跟蔡英文表忠的文章。要抓住登上想想论坛这个小英御用网站的这个机会，向蔡英文表示忠诚，吾皇万岁万万岁，就是想要去对蔡英文表示他的忠心。这4个坚持嘛，从此中华民国正式迈入中华民国是台湾第3检讨。1995年这个它还有宪政倍数，请问这有什么宪政倍数？0。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澎金马，中华民国就在台湾，没有要反攻大陆。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由台澎金马、台湾全体人民一起共同决定。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与未来，这一步我们走了3次。此刻，中华民国不止在台湾，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好，首先先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鬼扯嘛，没有任何的实际支撑嘛。而且台湾为什么是台澎金马？金门跟马祖到现在依然属于福建省，马祖的连江县甚至是两岸分治之下唯一的分治县，对岸有个连江县，台湾有个连江县，金门县跟马祖同属福建省，也是目前两岸唯一的分治省。中华民国在台湾没有要反攻大陆，你没有要反攻大陆，那你为什么你现在的部队依然是把共军当成假想敌？没有反攻，那结束啦。还有为什么没有签一个停战协定呢？那请问那中华民国国军难道没有跟共军打过仗吗？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由台澎金马2300人一起共同决定，这个是唯一符合，因为但这个是在1995年就决定啦。对啊。所以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与未来一起共同决定，我们当然想共同决定，但这种都是所谓的煽动情绪，暗示不明确，实则极其明确，性质极其恶劣，它只会把台湾推向一个非常明确的深渊里面。这就是我为什么对这边汉球非常傻眼，太刻意了，甚至是包括中华民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统独的关系，都只是这一篇的方式。这篇最骨干的核心，他从头到尾就只讲蔡英文那3年，他没有在讲台湾的民主30年，他讲蔡英文的那3年，讲的那些话、做的那些事，把它奉为金科玉律。就如历史哥刚刚说的，这4个坚持没有宪政的基础，没有民意的背书，就只是蔡英文在第2任的时候突然提出的主张。这个主张又代表什么意义呢？可是，在黄广汉这篇文章中，就把这4个坚持，好似我们修宪了，这4个坚持已经入宪了，台湾已经独立了，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法理上就独立了。有必要再想想论坛登文章，然后用这种的姿态去吹捧啊？是因为你觉得赖清德不给你东西，所以想要让蔡英文给你东西吗？好不好吧？小英然后回来当地下总统，他应该不会再选第3次啦，但是他想要在地下掌权，我觉得这还是蛮明显的。那我觉得黄伟汉大概也嗅到了这个风向。孙中山是中国国民党第1代领导人，从兴中会创立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改组，正式定名中国国民党。第1次联俄联共的时候到4次没多久，北伐的时候老蒋比较占优势了。第2代领导人蒋介石、蒋中正一路从大陆到北伐统一到抗日战争，中间还有第1次国共内战。1927年4月12号，老蒋发动了412清党，大陆叫做412反革命政变。99年前，100年则人事已非啊！99年前，国共第1次地下仇恨，国共第1次内战，从清党开始，反革命政变开始，非常的巧合。那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本来每年这个时间都会来慈湖夜林，一方面当然是先总统蒋公，也是本党的总裁。这个是郑丽文跟国民党后来的党主席最大不一样的，他对国民党的历史，这也是挺悲哀的。国民党正儿八经自己出来的正蓝军党主席啊，会叫蒋介石叫蒋总裁。其实从国民党的角度，孙总理、蒋总裁这个是永久保留的封号，后面才叫主席的。你如果说蒋主席的话，目前只有一个人是蒋经国啊。蒋总裁从党史的角度来讲，孙总理、蒋总裁，这相当于什么太祖太宗的概念啊。对蒋介石、对蒋中正尊敬，他是蒋总裁，这代表说他对党史的理解是有的。不管甭论今天老蒋在大陆的状况是怎么样，但至少有老蒋对于中华民族的兴盛他是有追求的，他对民族的坚持他是有追求。蒋委员长是政治层面的，这是在政府层次的。国民党的话，你要正式的用法就是蒋总裁。那今天我刚好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向总裁来报告我们这一次4月7号即将率团访问大陆的行程。总裁一生戎马，从当年北伐抗战到后面的国共内战，在过去光是国共内战牺牲生命的就数百万人，何其惨烈！最后国民党退守台澎金马，所以我今天也特别在总裁的临寝前报告，希望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不再骨肉相残、自相残杀，也希望两岸和平共荣。希望总裁能够保佑我们顺利圆满成功，也相信历经过那一段历史的总裁也会乐见，也会祝福我们现在对于两岸和平的努力。另外，这里讲到这里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蒋介石这个爆破
国共关系的人拿出来，是重新的去诠释蒋总裁的意志。党之间的合作最跨不过去的就是老蒋的4·12清党，有2次的国共内战，所以跨过去并不是把它给忘了，否认它的存在，正是他的所作所为。但相当于一句话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嘛，这是一种历史的忏悔啊，也是一种历史的回顾啊。郑丽文当然不是蒋介石，他没办法替蒋介石做历史的回顾，但是郑丽文他是国民党主席，他是接了蒋中正的衣钵，所以有权利再诠释蒋介石对于今天国共合作的意涵这样的一个概念。刚好也是清明时节，这是一个我们慎终追远、追念先祖、感恩自己从哪里来、不忘初衷的重要的日子，也提醒我们大家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为什么有今天，我们要珍惜。我们接下来也不能够辜负前辈筚路蓝缕，在台湾，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下所努力创造的民主宪政的成果，以及繁荣经济的成就，希望能够深化台湾内部的民主，巩固台湾民主经济的果实，同时透过永续的和平两岸关系来保护台湾所有的成就。这是今天我也特别在总裁的陵寝前跟总裁报告。那透过跟总裁报告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高明的一招啊。透过叶林蒋中正51周年纪念，重新诠释蒋总裁的意涵。